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八倍镜看片，4遍之后，终于发现了无名的最大 bug。程耳导演、梁朝伟、王一博等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，自春节上映以来一直争议不断。其中最为一些观众诟病的是，影片逻辑松散，漏洞较多，理解费力。平心而论，由于作者风格过于强烈，影片散文化非线性叙事，情节不断穿插、重组、呼应、错位衔接，加上多处留白、快速转切、台词模糊性，对一般观众来说的确不太友好。不过细看之下，所谓的问题都有解释空间，基本可以讲得通，真正的硬伤并不多。如果深究 bug 也有，最大的就是何主任、梁朝伟审问江小姐、江疏影的时间前后矛盾，这点对整个剧情至关重要，却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剧情冲突的导火索。何主任审问江小姐的戏份并不长，从审问开始到获取日居上海要人录，加上中间穿插的其他镜头，前后加起来不足8分钟，但就是这短短8分钟，对后续剧情推进起了关键作用。电影中1944年11月，汪精卫死在日本，汪伪政权垮台，国民党成为与日交涉的话事人。汪伪政权上海特工部的唐部长大鹏，为了获得国民党的信任，戴罪立功，与日方展开谈判。何主任为了破坏谈判，通过要人录策划了屠杀日本兵。被杀日本兵中有贵族院候补大商公爵，导致日军调查反扑，中共码头暴露，机要员张先生、黄磊、投诚、何主任暴露，叶秘书、王一博与何主任搏杀。由此可见，何主任审问江小姐获取的要人录，是整部电影矛盾冲突的导火索，没有这个名单给何主任灵感，就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。前后矛盾的审问时间，无名采用了插叙，为了方便观众理解，导演剪辑多处特别交代时间节点，但关键情节审问江小姐却没有明确给出。那么到底发生在哪一年呢？令人十分困惑。在审问江小姐前，何主任在看报纸，通过字幕知道报纸报道内容为德向苏联宣战，这一时间为1941年6月。仔细观察报纸右上角小字，也可以发现是1941年6月。如果何主任审问江小姐并获得名单是1941年，而日军自行车小队出现是1945年5月，这中间有近4年时间。后续通过名单安排刺杀日军自行车小队，似乎不太现实。原因在于，日军自行车小队中的公爵称自己是短期锻炼，换句话说，名单上不可能有小公爵的名字。唯一能够解释的是，何主任只是通过1941年获取的名单找到了一个破坏谈判的灵感，刺杀日本兵。好巧不巧，小公爵恰好在被杀的人中。但更大的问题是，日居上海要人录上给的时间是昭和19年4月，也就是1944年，这一时间与汪精卫死后的中日谈判和小公爵出现都靠得比较近，也更加合理，却与1941年沈江小姐获得名单冲突。有没有可能，沈江小姐就是1944年？也就是何主任沈江小姐前看报纸与沈江小姐虽然被剪到一起，但其实是2个时间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从电影看是否定的。一方面，
何主任看翻报纸时就已经出现江小姐轮廓。另一方面，何主任看报纸与审江小姐时的发型和着装完全一致。注意何主任的领带和上口袋的细节，如果这是两个时间，则意味着何主任在1941年和1944年穿衣完全一样，几乎不可能。另外，审问完江小姐后，给江小姐换监狱，镜头显示江小姐穿了红色旗袍，这身衣服与枪毙江小姐时衣服也完全一样，也可以说是同一时期。因而，这部分应该是这部电影最大的 bug， 逻辑上完全讲不通，可以说前后矛盾。有没有可能勉强解释一下呢？还真有，那就是初审江小姐是1941年，中间断断续续过了几年，中间又经历多次审问，有多核点心，最后一次到1944年和获得要人录。不过这就太过于勉强了。相比之下，电影穿帮倒是更具说服力。当然，即便有这个 bug， 也瑕不掩瑜，不影响无名是一部不错的电影。近期，无名登陆爱奇艺、腾讯、优酷等各大网络平台，很快便成为了各平台最热电影，也说明了观众对无名的喜爱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